哎，大家伙儿早喽！12月2号星期六，周末了啊！清晨5点59，我们还有1分钟集合。今天是一起跑一个最多20公里的4分到4分05的配速，是平田先生，就是 Hirata 桑组织的每周六的这种训练。我已经跑了5公里了，今天再跟各位一起跑20公里，或者是看他们是不是跑15公里。然后之后呢，我争取跑一个长距离，因为今天本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每5公里加10秒的加15秒的渐加速，然后我想还是跟大家一起跑，因为今天有点冷，好吗？那我们抓紧去集合，一会儿赛道上见。小伙伴们，我们要出发了，好多人呀，分3组。小伙伴们看，我们马上完成15公里。Hirataさん、岡田さん、小柳さん、田中さん。あ、あ、初めまして。ははは。イエーイ。ナイスラン。あ。撮影大会。余裕やから余裕。撮影しな。有可能会颠簸啊。そう。そんな感じで。我看第3个5公里没加速，还有一个5公里应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2公里，大家开始调整速度了。田中先生已经冲出去了。我刚刚跑完我的第23公里。我今天跑过来前5公里热身，之后从第5公里开始，就是第6公里开始第7跑，到现在为止的平均配速是4分12，就是加上前5公里热身。而且跑了4次这个大坡。你们看我下坡就没有小伙伴们稳。上周直播说12月1号来大阪的那小伙伴，不知道能不能偶遇啊？今天下午1点半接着直播。我就不使劲冲了，我还得跑5公里呢。看阳光下的银杏。可以啊，冲到3分36了。小伙伴们很少见到我20公里之后的还能冲一冲的这种画面，一般都是比赛才有。我不追他们了，我匀速。咱们先聊2句。看有这个伴奏就视障了。那次在长居公园参加那个训练，就有一位是国家队的大河原先生说，
那伴走的水平得多高啊！今天天气不错，一会儿跟大家闲聊啊。我刚才跑完了以后，又跟着他们后边组的小伙伴拍了一些画面。不出意外，大家今天看到的视频就不是用 Final Cut 了，我弄了个达芬奇。昨天的视频我剪的还是很不流畅，因为好多东西得学，我会努力的。大家有条件一定开 HDR。YouTube HDR 是可以，好像谁都可以开。HDR 跟普通的 SDR 是两个感觉，这种画面。看我的皮肤衣还在不在啊？26公里。お疲れ様です。あ、お疲れ様です。小伙伴们看，还在，哈哈哈哈！不错，我正好26公里，还有4公里回家，完美的距离计划。看这么多小伙伴，一会儿跟大家聊两句，然后我就走，跟大家伙儿告别了。我正好还有最后的4公里，今天又是一个30公里。你们看这个叶子落的好漂亮啊！前2天还不这样呢。一到周末，大满城好多跑步的，而且今天也晚，跑得长。今天是我出门，按照5分，大概就是4分50到5分10之间，跑到这儿绕了一圈5公里，之后停了几分钟的表集合，然后就一直是4分左右的配速，跟着大家伙跑了20公里，最后的1公里多，最后差不多1.5公里，大家开始各自加速。我估计田中先生可能加到了3分20以内。之后我是倒数第2公里3分38，最后1公里我就开始减速，减到3分54完成。来到，他们也是马上要到了。后藤先生最近练得很努力，今天配速大家带得很好，因为有4次大的上下坡，所以其实不好掌握的。但是我们最慢的1公里是4分07，最快的1公里就是还没加速之前的是3分54。今天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今天不聊什么所谓的专业话题，咱们下午1点半直播闲聊。有一位19岁的小伙伴写了一个特别长的评论，说自己其实不太擅长运动，但是在努力的跑步，半马已经能跑进1小时20多了，好像。他说他一步一步的从140、130跑进120，跑到120，别人也都觉得他挺努力的。但是呢，发现了个问题，最近就感觉有点迷失，突然觉得好像失去了努力的意义，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或者为了什么。这个事儿呢，目前看啊，我没有遇到过。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少呢？是因为您还小，小朋友。首先给您个技术性的建议，就是您这个年纪不要老搞太长的距离的训练。可能您要不走专业的话，您也说您不是专业的。那这样的话呢，单次的跑步距离不要太长。您现在的水平来看，
单次训练不要超过16公里，跑太多了对您的关节和韧带有影响。柔韧有余，刚性不足，您现在的年纪。第二就是您还没步入社会，我们从小到上学，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奋斗的游戏。虽然说高考是个排名游戏吧，但是其实说白了也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感觉不常见的。哇，你们看银杏，这是阳光最好的这一块，因为太阳在我的左后方。这是一种最好的感觉，但是呢，因为从小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您会发现跑步给您带来的精神动力不大。但是为什么像我或者我们频道更多的已经步入社会的小伙伴们，觉得跑步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实现自己的机会呢？是因为步入社会以后，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几乎所有的事儿你自己说了都不算了，就都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了。我总说我身体条件不适合运动，但是马拉松是一个可以勤能补拙的项目。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件能让你勤能补拙的事儿，是多么多么难得和幸福。就是只要努力就有回报，对吧？所以我理解您。等您再过4年，如果不读研的话，步入社会，可能再回忆现在的跑步的经历，如果您那时候还跑着的话，那它将是您人生很大的一笔财富。您现在要做的是，别想那么多，丢掉幻想。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学习，对吧？我觉得这个想法您多想一想，您可能就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跑道上去跑。说白了，您马拉松如果不争那个名次，那其实就永远都是自己跟自己的竞争。今天我多努力1分，我今天要变强1分。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可是您面对有的时候一些让您焦虑和烦心的一些琐事儿的时候，那绝大多数的事儿，不管是工作上你需要机会，需要别人协作，需要各种运气，还是人际关系上各种上，面对的都是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有时候使不上劲儿，或者大多数时候都是使不上劲儿。很多的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成功，都是因为正好你赶上了你有准备的事情。所以多准备一点事情也不是坏事，是不是？就是这样，劝你2句，别想太多。不过这么年轻，睡一觉就好了，吃2顿大餐就又好起来了。年轻就是挺好的，可能性比较多。你也不要太为成绩去较劲。不过话说回来，像马拉松，你跑到后边又变成了和别人竞争的游戏。咱们就说波士顿 BQ， 它也是一个排名游戏，就是排名游戏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但是呢，竞技体育这件事儿，就是你努力了，你肯定比你之前强。那比你努力的人就排到你前面了，没你努力的人就排到你后边了。它终究是一条比较直接的路。其他的你说，要不然我们总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呢，对吧？你说写诗歌也好，画画也好，或者是咱们比工作能力也好，它都不行，除非你比谁挣的钱多，对吧？好吧，小朋友啊，祝福你，祝福你。咱们训练后见啊！12月2号星期六，
清晨7点54，今天好晚，今天跑得长。今天一共跑了30公里，平均配速4分14，最快的1公里3分38，平均心率150，最快那1公里心率168，平均功率231，累计爬升115米，平均步频201，步幅1.17米，垂直振幅5.2，触地时间172，一共消耗1500多千卡，跑了2小时07，不慢啊！今天30公里。能跑进2小时就挺不错的。像我要是全力以赴跑的话，最快的一次是3分43的配速，差不多是去年的10月初，好像10月10号，去年。哎呀，是挺累的，是挺累的。你们讲，4分10几平均配速晨跑，而且是空腹零补给的晨跑，是挺累的。但是这种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放弃那个自己那个渐加速的课表要跟着跑呢？就是觉得我那个渐加速其实没有今天这个强度大。我如果跟20公里呢，我可能感觉就时间过得快一点。其实对我来说，跑步训练呀，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行吧，那我们今天下午直播的时候再好好聊。之后我发的那个视频。嘿，小伙伴们，又没电了，回家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啊？说到昨天下午发那个视频，那就是周末我们出去转转的时候拍的。我发现现在这个 iPhone 15拍 Apple Log， 然后回来剪，还是空间挺大的。大家一定想办法开 HDR。如果您觉得 B 站那个需要大会员的话，其他平台是不用的，直接就是 HDR。但是这部没有做杜比世界，因为我一直在学习研究中。下一步我好好剪。我觉得这种偶尔调整一下心情挺好的。就像刚才节目里说那位小伙伴的感觉，就有的时候谁都会面临一种，你可能一下空了，就不知道最近要干点什么，但是慢慢会好的。行，那就咱们下午1点半直播见，好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加油干。那今天下午见。